见面了，我是江海电视台的苏文。杨介也是我师傅，那就让他们什么都查不出来。第一步棋的故事得您编。好啊，要是还想跟着我干，就管住你自己的嘴。 帅吧？你不怕我跑了？要跑你早跑了。你知道吗？今天。 是我这些年最开心的一天。平时他们不让我玩这个，因为我这儿不太好。你这心确实不太好。你呢？你有什么秘密？林子月在哪儿？ 你的增援快到了，我们只能下次见面再细聊。我叫王子，木心子，意思是独木难支，十分辛苦。陈默。 其实他什么都不知道，他也只是受害者，别让我的事连累他了。莫哥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走，再见。老实点。 莫哥，你以后可不能再这样只身犯险了。你们这不是也赶来了吗？你还说，我和石头在外面等了半天，就觉得不对劲，石头就闯进去了。结果看见那个算塔罗牌的托尼里，他自己在那喝茶呢。他倒是也没隐瞒，直接给了我们定位，我们靠住他，就抓紧时间往这儿赶了。这伙人这么大费周章，绝不仅仅是为了耍我。 那他刚才跟你交代什么了吗？那也没事儿，这下抓他们个现行，看他一会儿怎么说。但我们并没有直接证据，证明尹子月就是被他们绑架的。但至少也涉嫌扰乱社会治安、妨碍公务、袭警吧。哎，对了，车祸案的事情已经查清楚了。 被撞的人是尹子月的弟弟，叫尹子峰。参加工作还不到2年，3月底出的事儿，动了2次手术，命算是保住了，但是整个人已经傻了，全身瘫痪，和植物人没什么区别。他一直住在江海医院，就是乐乐那个医院，但是肇事者到现在都还没有找到。江海医院那么贵。 尹子月有失踪半年，尹子峰的医药费……哦，尹子峰之前的工作单位一直在帮他垫付，就是那个天元集团。你跟尹子月是什么关系啊？ 不要以为你不说话，就定不了你的罪。我想起你们2位来了，上次您陪我吃饭来着吧？今天可点不了外卖。
那行，我饿着。哎，你怎么没去审讯室啊？嗨，黄头在呢，没什么进展。那小子什么都不说。那个托尼里呢？啊，小金在审呢。喂，一族的也太欺负人了吧！明明是我们把人抓回来的。哎，算。副队也在吗？在呢。王子的资料整理出来了吗？我可什么都没给你啊。要说这个王子也不是一般人，从15岁开始就一直独立生活到现在。啊，那么小就独立生活？那他父母呢？他妈妈心衰过世的早，爸爸10年前因为走私入狱了。那他就没有其他亲人了吗？他算是半个亲人吧。王念军当年也算是个非常成功的商人，家族企业干海运的。出了事之后呢，整个家族树倒猢狲散，要么也折进去了，要么就避而远之。这人不是托尼里吗？这个李怀仁跟王家什么关系啊？早些年和王念军一起做过海员，后来就留在王家了，算是管家吧。不过10年前王念军案发时，他们家已经没有这个人了。警官，我在茶楼喝个茶不犯法吧？别废话，我问你，你交给陈默的东西是谁给你的？我给他个手机不犯法吧？我给他把车钥匙也不犯法。李怀仁，你给我老实一点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底细。说，王子到底想干嘛？我哪有什么底细？这孩子从小主意就大，他想干什么我哪知道？他现在可是我老板，所以就帮他做伪证。是不是你故意策划的直播事件？还挺懂陈默权。你不会是想用这种方式和你家老爷子在里面吃团圆饭吧？这位警官，你的措辞很可能是对一个良好市民的诋毁。终于开口说话了。嫌疑人的情绪上来了。好，让正好继续。黄头，副队让你继续施压。你说你要是个好人，你现在怎么会坐在这儿呢？你要是不想像你父亲一样把牢底坐穿，最好给我老实交代。什么时候坦白，都从宽。警察同志，你问了我半天，我也问你几个问题吧。第一，你说我通过匿名电话跟你们刑警做猫鼠游戏，你有证据证明这电话是我打的吗？而且，那个跟我做游戏的陈默，你确定他是在执行公务？第二，你有直接证据证明那个女孩被绑架了吗？她家里人报案了，找到她尸体了，又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干的呢？思路清晰，条理分明，副稿打得不错。有的时候我真的怀疑啊，你说你都这么有钱了，搞出这么多事情，是不是闲得慌？先让郑恒出来吧，晾他一会儿。黄头，
副队让你先出来。剪完了吧？哦，我都剪了。哦。小陈。哎，财经类的片子上载完了吗？马上就剩1点了，我剪完就上传。这周社会类的头条专题是有好选题啊。上午热线接了一线索，关于拆迁的。据说今天晚上有可能拆迁公司让他们实施强拆去。哪个项目工程？在政府的大力监督下，现在很少有强拆的工程项目了。你确定不是为了吸引我们注意而故意这么说呢？听着不像，说的有鼻子有眼的。哦，就是那个天元集团刚签的那个老城区改造项目，涉及城中村。这事儿我记得我们报道过，好像政府补贴还挺优厚的。他们说啊，这天元集团一开始给的安置款其实特别少，好多人都不干。不过陆续都被拆迁公司连哄带吓的弄走了，现在就剩几户没搬了。这事儿是有点敏感，要不然请示请示。我想想啊，苏老师，头条有了，前几天直播事件嫌疑人已经被警方抓获了。说具体的，好像就是天下直播自己策划的，他们老板跟那个塔罗牌主播都被警方带走了。直播事件如果没有独家内容，就没有必要做专题。如果这真的是一场无底线的炒作，那我们岂不成了无良平台的幕后推手？这事我亲自来跟吧。这2天先把重点放在老城区改造上，民生无小事嘛。老谭，你组织记者深入内部调查，今晚你先去现场。如果真的有强拆的事儿，台里我去做工作，我想刘总会支持我们报道的。今儿要是把剩下的几户给清了，除了奖金之外，我再请大家去洗桑拿，潇洒一下啊！好嘞，大哥，谢谢大哥，谢谢大哥。我记住了，咱们是有手续的合法工程队儿，一会儿架势给我摆足了，但是谁也不准真动手，听见没有？好嘞，好嘞。但是大哥，他们要是对我们动手怎么办？他们一帮老废物，还能把你给打残了？我告诉你啊！要是他们真动手，你就往地上一躺，下半辈子不是有着落了吗？啊，走了，走了，走。这小子现在就是煮熟的鸭子，嘴硬。给我1个晚上，保证撬开他的嘴。副队，要不然让陈默试试？那不成，他现在就拿陈默来跟我说事儿呢。别闹。黄头，这不是为了早点破案吗？副队，我想见一下托尼李。哎，你。听说李先生很会算命，略懂皮毛。10年前帮王家人算过吗？那倒没有。不会吧？王念娟出事前，你突然全身而退，毫发未损，还卷走了一笔巨款，神算啊！放屁！这谁说的？我是净身出户，王家的钱我1分都没拿。真走了？套我？这个沉默。金哥是做海运生意的，气性大。我跟他
是发小，这些年一直带我。后来我们哥俩因为点琐事闹了点矛盾，他就赶我走。当时我也是年轻气盛啊，一气之下真就走了，去了香港。再后来，军哥就出事了。现在想想，军哥怕是早就料到要出事，赶我走，也是怕连累我。他的生意你知道多少？你说走私啊？我只管他家里的事儿。走私和我要是有关系的话，你们不早就找我了？王念军入狱那年，王子也才15岁，他怎么生活的？我知道出事后，第一时间就回来了。回来一看，老的进去了，小的住院呢，一老一少的，你说我能怎么办？我只能先顾小的，保住命再说。你还挺仁义的，陈警官。我们都是本分人。本分人？你确定不是目无法纪的富家公子吗？警官，你误会了。树倒猢狲散，王家经历了这么多事儿，早就倾家荡产了。现在这家业是少爷白手起家自己赚来的。白手起家？他才多大呀？他就是个天才。不能让他看，就是陈刚，你再问问电视台的人到哪儿了？我们一起反对他们。对。哎，这也太过分了。小乖，一会儿你就跟着肖奶奶，拿着这个手机，把坏人们的一举一动都拍下来，这样就是帮爸爸的忙了，啊！陈刚啊，我们可全指望你了，你可不敢胡来啊！再说了，你闺女还小呢，你得替你闺女想想啊，是不是？不能让你小拆呀！哎，陈刚，你想个办法！哎，坏人来了！拆我们家，就是不能让他们拆，不能拆。我看。别动！不能动！你们快过分了！妈！不能拆，不能拆！又是你啊，兄弟！你就不能配合我们的工作吗？哪儿不满意，该找谁找谁，啊！别为难我们也是打工的，都还没把我们安置好，凭什么动工？对不住了，兄弟，今天我们必须把活给干完了。不行，拆！就是不下，看你们谁敢动！不行，拆呀！行啊，你就交上，就交上啊！交上！谁呢？不要命了！啊！要谁呢？有两件了啊！有本事你点，有本事你点啊！你点啊！啊！赶紧点上！点啊！有本事你点啊！你就装！别过来！再过来我就真点了！猫窝里还出老虎啊！好，是水。我知道你，程刚，啊，你不是有个闺女吗？今年几岁了？6岁吧？在哪儿躲着呢？来看看你爸爸那怂样，为了2个钱儿，知道吗？啊！没事吧？给我拆！莫哥，你也太牛了吧！竟然能跟他聊这么多。也没问出王子的企图。
不对呀，这王子不是个富二代吗？纨绔子弟呀！石头，瞧瞧人家，第一桶金是打游戏赚的，500万呢。500万，我连500块都赚不着。2010年研究社交网络，2011年电子商务公司上线，2013年投资拍摄电视剧，2015年股票成功逃顶。这人是穿越回来的吧？好像只有天下传媒是唯一一家不挣钱的公司。别的先不说啊，这王子和李怀仁之前提供虚假证言，按这个先拘起来。副队，王子的律师团来了。你电影看多了吧？啊，什么律师他现在也见不着，还组个团来？他们不知道他是刑事案件嫌疑人吗？他们闹什么闹啊？说是要申请取保候审。律师说王子有先天性心脏病，10多年前做过心脏移植手术，拿着个病历本，还带着好几个心内科医生，救护车都开进咱们院来了。胡闹！副队，王子昏迷了。让陈默到我办公室。好。副队，好，坐。这次抓捕行动辛苦你了。听说王子送医院了。我们在他家里也没有找到相关的犯罪证据。你对这个案子怎么看？我觉得王子并不是那种不计后果的歹徒。他知道我要找殷子月，口口声声说要帮我，却又大费周章地试探我。我觉得他有可能才是那个真正需要帮助的人。现在看，绑架案视频是半年前拍的一场戏，可能性很大。至于这个殷子月，说实话，副队，他的动机令人困惑，我现在还不能做出有效分析。但王子和殷子月应该相识，他们的背后一定隐藏着什么。王子和殷子月的身世背景和生活轨迹都大不相同，我很好奇他们俩是怎么达成合作的。但是有一点他们是一样的，就是都不太信任警察。副队，如果您相信我，我想请您考虑暂时再给王子一点表演时间，我应该还能挖掘出更多有价值的线索。而且有一点我能肯定，他一定还会再主动联系我。这个我会好好考虑的。啊，对了，我已经向上级打了报告，准备把你借调到江海支队配合调查。至于结果如何，那就看你的表现了。谢谢副队。哎，不用谢话。人家总拿你的身份问题说事儿，这让我很为难。再者说了，队伍团结非常重要。你去跟石头他们一组，辅助一组工作，没什么问题吧？是。恭喜莫哥归队。多大了还偷听？莫哥，我看你一时半会儿也回不了江台了，你得在江海找地方住啊。这副队也是，也不说给你安排个宿舍。嗨，不用，我住酒店就行。酒店多贵啊！哎，要不然你去我家吧。哎，陈默，
你要不嫌弃的话，还是住我家吧，我家里还有一个空房间。行啊，石头，没见你这么痛快过。谢了。应该的。正好我也跟陈默多交流交流业务。那谢谢了。他是个好警察，如果你是来问责的话，该道歉的人是我。沉默。什么事儿？出事了！人怎么样？幸亏有邻居提前拨打了110和120，120赶到，把人救过来了。但医生说暂时还没有脱离危险期。警方怎么说？拆迁队的人呢？他们那帮人一看出事儿，全跑了。警察说调查调查，但他们其实也没真动手，我估计不太好办。走，看看去。那走。素文来了啊！素文啊，你要为咱说话呀！他们太不是人了。叔叔阿姨放心，我一定想办法报道。看看孩子吧。没事吧？孩子受了挺大的刺激，刚才医生给他开了点镇定的药，这才睡着。我知道你，程刚，你不是有个闺女吗？李长勇，今年几岁了？又是他，对吧？在哪儿躲着呢？今天是我这些年最开心的一天。平时他们不让我玩这个，因为我这儿不太好。别死啊！刘总，这条报道为什么不让我发？你是想鼓励钉子户这种过激行为吗？我们是法治社会啊，任何事情都可以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。刘总，他们不是钉子户，他们只是弱势群体。是，行为是过激了点儿，可除了我们，谁还能替他们发声呢？如果媒体不去监督公平公正，那只能导致更多的悲剧发生。两江直通车还不够公平公正吗？苏文呐，旧城区的改造计划牵扯面很大，江海市倾注了大量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，成绩是有目共睹。咱们不能老是抓着极端问题不放，要抓也是公安机关的事儿。你呀，要与大局观。是啊，我哪敢跟市里唱反调啊？可这个工程队的头头就是个混混。天元集团手底下还有多少这种拆迁队？他们没有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，配得上政府的信任吗？苏文啊，我说了，这个选题马上给我毙掉，这不是跟你商量。干了啊！大家都辛苦了。勇哥真是太猛了，那小子就算真泼了汽油，勇哥也不带怂的，对吧？那可不嘛！来，让他闹，过2天再去他，说什么也不能耽误了工期啊！听见了没有？啊，来，走起！你怎么又来了？
几岁来着？6岁，在哪儿躲着呢？来看看你爸的怂样，为了俩钱儿啊，至于吗？啊？30万，马上给陈刚送去，否则明天曝光视频，想想天元集团还会不会用你？姑奶奶，我叫你祖宗行不行？江海是谁的把柄你没有啊？你干嘛老盯着我呀？你以前干了什么我记得，今天干了什么我知道，以后还想干什么我盯着。别欺人太甚了，真以为我怕你？行，不怕了是吧？有你怕的时候。丫的骗子，活腻了！我已习惯了挣扎，习惯了落空，习惯他们说我卑微的梦。不是活着每个人都会被歌颂，不是每道疤痕都愿意被触碰。迎着风往跳通，我的命运没人能掌控。夜已浓，愿化孤鸿，义无反顾，无问西东。泪水已干涸，使命在召唤，燃起胸中那团火焰，沿着你的方向就能够穿越黑暗。就算全世界都在阻挡，也要证明信仰。这是场欺骗，你习惯了伪装，善恶之间变得心无处安放。如果这是场等待，为了明天的较量，依然尽我希望，义无反顾前往。迎着风往跳通，我的命运没人能掌控。愿化孤鸿，义无反顾，问西东。泪水已干涸，使命在召唤，燃起胸中那团火焰，沿着你的方向就能够穿越黑暗。就算全世界都在阻挡，也要证明泪水已干涸，使命在召唤，燃起胸中那团火焰，沿着你的方向就能够穿越黑暗。就算全世界都在阻挡，也要证明信仰。